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游戏里的建家位置推荐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首先是初始台地下方的这一块空地，是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第一个建家位置。这边最大的优点就是风景好，有山有水有湖泊，而且视野非常的开阔，属于早期开荒和晚期养老都可以住的地方。第二个推荐建家的位置坐标是86-430，是在破败教会的下方一片平整的空地。游戏前期一路探索就能来到这边，而且这边上来只有那一条小道，前期防御帕鲁入侵也比较方便。另外这边往上飞是可以看到破败教会后方是有一大片的金属矿的，可以满足我们前期的资源需求。下一个是冰鸟密域这边，坐标的话是106-328，这边最大的优点就是大、空旷而且平坦，可惜没什么资源，而且前期帕鲁入侵来的方向可能各式各样的。不过现在正式版的帕鲁入侵事件其实是送各种资源的，也还可以接受。下一个推荐的建家位置坐标是7-527，这边可以看到有一大片的金属矿，而且是2块空地，你可以在这边搭一个2连的基地，风景也还不错，是特有的枫树林。另外这边过来是早期可以捕捉研磨羊的地方，属于是早期的战斗帕鲁以及挖矿生活帕鲁，只要不把这个集团新手打死，它就会一直放研磨羊出来，可以直接启动挖矿分基地。这边也推荐一个挖矿基地的建造位置，坐标是290-100，可以看到这边有硫磺矿、纯水晶矿以及一点点的金属矿，资源属于是非常丰富了。不过可惜这边地势不太平坦，而且一直会刷狂暴帕鲁，然后这边的帕鲁等级也比较高，可能要一直在干架，所以不太推荐做主基地，做个分基地就可以。下一个推荐的位置是在坐标-106-190，是一块高台上的大空地，这边不会被其他入侵这些打扰，而且往前飞一点我们就能看到这边是有大片的金属矿和石炭矿，资源也是比较丰富的。下一个推荐位置是在坐标-477-82，也是一块比较平坦的高台空地，不会被打扰的，就是这边没有矿石资源，所以需要建造一个分基地。下一个推荐的建家位置坐标是-158-351，这边比较特有的一个优点是旁边有一个地下城，我们可以经常时不时的进去刷一下宝箱。然后这边上来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台上是有一点金属矿和石炭矿的资源，属于是比较推荐的地方。下一个推荐的位置是在我的主基地这边，坐标是-255-43，我的正式版和测试版的建家位置都选在这边，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没有矿产资源，需要开一个分矿。另外还有一个基地的推荐位置是在蝉鸣之岛的左边，这还有一块大空地，只要把这上面的树木还有矿石都用火箭筒清掉就好了。最后是可以放下3个据点。接下来是一些特殊的地方，第一个是这个向阳孤岛这边，整个风景是非常的不错，而且资源上是有几块油田在，就是比较考验建家能力，要建得好看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。跟这边类似的还有绿洲孤岛这边也是一样的，2块大空地，然后有着一点油田资源。这2块位置都属于网上比较热门的建家位置，有挺多大佬都分享了他们的基地建设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。最后是天阳乡这边空卧龙的家，有着非常漂亮的湖泊以及周围墙壁一些发光的矿石，然后整体也不是完全密封的，总共是可以放下2个终端。这边过来的话还有瀑布，比较推荐后期的朋友们过来建。那么这期主要就是推荐这些位置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